Guys, check out Big Bot. Big Bot? How do you feel? In a word, cry. But not for long. Open fire! Not here! We'd have 4 million years to clean you off the walls, Megatron. I might risk it. Stay close, Maximum. It's time to transform and roll out!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，我是盲目神。本期带来 TransArt Toys 出品的思辨新星队长。时隔20年，准确说是23年，老玩具于1998年上市。TA 将官方的老版本进行了修改重制，以现在国产玩具的优秀工艺，重现 BW 迷心中最想拥有的玩具。那么这款产品是否对得起期待？本期视频将通过玩具本身质量和定位来为你分析。当然，我作为20年的超能勇士动画迷，剧集看了10几遍了，对这个系列的玩具本身就是偏爱的，所以我的观点完全是主观，甚至偏向喜爱的，希望大家有个心理准备。首先看一下外观和机关改动部分，人形头雕重新制作，并额外附带2个表情脸，不同的表情脸也对应不同的额头造型。无论是颜色、凹凸感，还有小细节，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还原的四变新星队长头雕，没有之一。而肩炮方面，从小四变时期就开始有改动，小版本是将背包增加了折叠机关，保留弹射的玩法，并且改良了可动机构。这次版本不再有弹射机关，取而代之做出了更还原动画的联动功能，调整胸甲的位置，取下开关，双炮就能弹出，顺时针旋转金属装置就可以发光，逆时针关闭。接下来看到手臂部分，劲爽的齿轮关节是 TA 的一贯特色，这次手感不再生涩，在二头肌外添加了可以拉出的盖板，从而增加了手臂活动范围。小臂不再有挡板弹出装置，但是细节更加饱满。挡板是3片一体连接设计，可以做出动画里的各种造型。手指沿用 TA 之前小4变版本的全可动手，动画里确实有手指关节有这么多，但是看着还是有点丑。胸前的机舱部分可以打开，里面没有搭载擎天柱的火种，驾驶舱采用黑色涂装。人形背部不再有额外外挂的轮子，腰部增加了内购关节，从而玩具终于可以弯腰，人形和新形态都可以弯腰，腰转自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弯腰和转腰的体验，个人感觉并不是太紧实。腿部的齿轮虚位也比起原版有进步，张开的角度更合理，并且也是清脆的掰动声音。膝盖也是常规的双段齿轮关节，前方电镀零件可以单独展开。脚底板整个是金属零件，底部细节刻画非常的漂亮，可以有左右接地和前后移动范围。脚底和小腿盖板还有渐变色涂装。总体来看，人形态整个框架确实是KO远大了官方的4变新星，但是多处细节改动又非常合我的胃口。头雕绝对是满分的表现，联动光线机关也有锦上添花的作用，加上各处可动的增加和金属零件的使用，让老玩具确实得到了把玩体验上的提升。而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块电镀零件，漆面也相当的扎实，并且这次除了附送眼镜布之外，还送了手套，还是比较贴心的。至于比例方面，大家觉得这个大小怎么样呢？ TA 之前出的都是 MP 比例的 BW 金属变体玩具，这次4变应该是为了把玩体验做成了老物大小，但是跟他自家的玩具并不是太符合，个人认为这款玩具主要还是服务老玩家和经典比例玩家，配合搭配最新的孩之宝王国系列产品。下面来到变形过程，首先是星星形态。
最显著的变化是星星头比起老挝有缩小，但是造型上更加接近动画的样子。背包可以竖立或者搭在肩膀。其实星系形态的外观协调程度，个人一直感觉比人形好看。下面来到战车形态。这个样子看起来火力十足，除了前面露出的手之外，整个立体感还是很强。TA 这次采用了轮胎一体注塑技术，轮胎更加结实，滚动起来也很舒服。最后是飞行形态。在这两个载具形态下，最大进步还是星星头有了很好的隐藏，这次飞机形态可以通过自带支架固定一下了。4种形态都介绍完了，以为我是第一次玩到老星星队长这个比例的玩具，其实这种震撼感和新鲜感让我对它的评价会很高。TA 的一贯的好材料和扎实的电镀，让这款玩具从质感层面达到了不输老挝的体验。真正的联动和可动，还有小细节，特别是头雕，还有载具形态下星星头都有了很好的隐藏，涂装也是更加贴近动画里面的表现。可以说让这款老模具有了趋近完美的补充。当然，毕竟是没有版权的衍生品，它是不能替代各位手中或者市场上的老4变星星队长的。当年的 BW 动画也是因为国内玩具厂为了贩卖盗版玩具，自己掏钱引进的，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 BW 正传动画作品被官方翻译引进。当然偷偷翻译也造成了大多数人物译名出现问题，汽车人叫做机械龙，霸天虎叫做伪装兽，但是星星队长、恐龙勇士、霸王龙等译名也成了我们心目中永远的经典。而我小时候也只能买到星源的盗版 BW 玩具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。个人并不愿意花数倍的价格去买当年仅售几百块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一直没有很多 BW 老玩具的原因。加上今年虽然是 BW 25周年，但是除了几款复刻和昙花一现的王国玩具之外，我并没有找到官方在重视 BW 玩具的证据，甚至在之后的遗产产品线里面，也只有红龙和魔鬼勇士确定会出，经典系列更是不到10个第一季的角色，目前也只会有一些初代的复刻版登场。几年前出的天元之力4变什么数字，我想大家也都清楚。那么对我来说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国产厂家自己来出 BW 的玩具，只要保证好质量，有没有增加细节已经无所谓了。这就是我对 TA BW 玩具的看法。至于玩具的售价，应该是在500人民币上下，这个价位目前看到其他玩具，考虑到产品的大小和质量，个人已经比较满意了。借助于官方的框架，这款确实是目前 TA 玩具线中表现完成度最高的产品。只是腰部的前后可动，个人并不喜欢，这个大小意外的合适，再大点我就不能拍出它的飞行动作了。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，希望这期视频能够为你在购买这款产品之前对它有一定的了解。我也希望 TA 能够保证加快出新品的速度，我就能早一天完成拍摄自己高清 BW 动画的愿望。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有400万年的时间可以干掉你，霸王龙，我会冒险的。